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每周分享家庭美食。今天的视频是一期合集，一款是蒸出来的日式蒸蛋糕，一款是烘烤出来的花式香葱火腿面包。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来制作吧。首先来做这款日式蒸蛋糕，先取2个中等大小的鸡蛋打到这个透明的玻璃碗中。这款蒸蛋糕的材料相对于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不需要特殊的工具，制作起来还是相对比较方便的。用搅拌棒把2个鸡蛋打成蛋液，蛋液打到微微发白，然后加入100克的白砂糖。白砂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加减，但是不要加减的太多。简单搅拌一下材料之后，加入120克的纯牛奶。后面的步骤至少用手高速搅拌，持续1分钟。这次搅拌要让白砂糖在材料中融化，融化的差不多之后，再加入40克的玉米油。这次搅拌也需要持续1分钟以上，搅拌到油水混合。手速慢的小伙伴可以多搅拌一会儿。搅拌的差不多之后，要加入5克的泡打粉，然后再一次持续的搅拌，让这些所有的材料全部混合。最后一次搅拌之后，加入150克的低筋粉。如果家里的低筋粉有小硬块，记得把它过筛一下。有的小伙伴会说，这个加入了泡打粉，泡打粉它是对身体有害的一种添加剂。这个地方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在购买泡打粉的时候买那种无铝的泡打粉，这种泡打粉在适量的情况下是对身体无害的。把材料混合到这种粘稠、挑起来还拉丝的这种状态，这款日式蒸蛋糕的材料就制作完成。是不是感觉还挺简单，就是有点费手。由于材料特别的粘稠，我们还要把它放在一次性的裱花袋中，把这个裱花袋套在这个杯子上，这样既干净又快捷又卫生。准备好材料之后准备6到8个小碗。我们准备的小碗一定要是耐高温的，小碗中要垫上一张蒸蛋糕或者是烤蛋糕的这个纸托，这样蒸出来的蛋糕方便拿出来，而且吃起来特别的卫生。视频中用到的这个碗的大小我会和食材一样备注在备注栏。准备好小碗之后，把材料均匀的挤在这个小碗当中。感觉准备的小碗有点多，只用到了6个，把剩下的2个收起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进入最后一步，把它给蒸熟了。首先在蒸烤箱的水箱里加上水，然后把蛋糕放在蒸烤箱的中下层。水开之后开始计时，蒸18分钟左右，然后焖2分钟，这款蒸蛋糕就蒸好了。20多分钟，一款日式的蒸蛋糕就蒸好了。取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蒸蛋糕怎么样。早晨起来搭配一杯热牛奶元气满满。好了，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2款花式的香葱火腿面包。首先在和面盆中加入200克的高筋粉，面粉中加入20克的白砂糖，3克的酵母粉，再加入10克的奶粉。把所有的材料简单混合一下，材料中加入1个全蛋，再准备大约90克左右的纯牛奶，分少量多次的加入到面粉当中，边加入边搅拌，然后直至和成一个柔软的面团，不沾手不沾面盆。前2天做的椰蓉面包用到了厨师机和面，今天用手来和面。把和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简单的揉搓2下，面团中要加入15克的黄油，把黄油包裹在面团中，简单的揉2下之后，还要再加入1克的盐。因为盐和黄油不能和酵母粉一起加入，所以这2种材料放在了后面添加。到这里所有的材料都添加完毕，然后就像洗衣服一样，不断的揉搓这个面团，揉搓大概几分钟，再用揉拉摔的方法，不一会儿这个面团就出模了。有厨师机的小伙伴可以用厨师机来和面。之前发布的视频有很多都是纯手工做面包，可以翻看一下，也有手揉出模的教程，也可以看一下。好啦，不一会儿的时间，我们的面就和好了。和好的面需要放在保鲜袋或者是用保鲜膜给它包好，不需要醒发，放在一旁，让这个面团自然松弛20分钟。把松弛好的面团分成4个小剂子，也就是说我们要做4个面包。身处南方的小伙伴气温比较高一些，大概15分钟左右。到了冬天的时候，南北气温相差比较大，再教给大家用另外一种方法做面包。每个面团用手揉一下，把它放在一旁。
把保鲜膜轻轻的搭上来，准备火腿肠。准备4根火腿肠，挑选自己喜欢吃的口味。后面制作这款面包的步骤是很简单的。第一步，把准备好的小面团给它擀成牛舌状，大概成年的男性手掌这么大。把火腿肠放进去，用面把这个火腿肠包起来。包的时候整理一下，把包孔冲下，然后找来一个干净卫生的剪刀，斜侧着给它剪开2/3。剪好之后，一片往左掰，一片往右掰，然后给它放倒。简单的整理一下，取来烤盘，烤盘记得铺上烤盘纸，把整理好的面包放在烤盘上。用同样的方法，不一会儿我们就把4个面包都制作好了。面包制作好之后需要醒发，有醒发功能的蒸烤箱放在里面，定温35度醒发20分钟。没有这个功能的放进去，让它自然醒发，醒发到体积膨胀6-7成就可以了。醒发好的面包取出来，面包上面为了好看要刷一层全蛋液，挤一点点的沙拉酱，撒上一层小香葱。这个时候就可以预热蒸烤箱了，用160度去预热。预热好之后放入到烤箱的中层或者是中下层烤17分钟左右。烤好的面包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很简单的手法就可以做出这么好看的面包。蒸出来的蛋糕也特别的松软均匀，口感特别的好，按压之后快速的回弹。好啦，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了，又要给大家说再见了。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啊，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我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